玉帝站在这有些低矮的船棚内，来回踱步，细细思量，随后便缓声开口：回天庭后，立刻拟一份旨意，长庚爱卿造福四海，扬天庭威仪，神圣三阶，奉加6成。天庭即日起再立一支天庭水军于天河驻扎，日夜操练，供长庚爱卿驱策。旨意12年内拟好，天庭水军即日调拨。臣领命。长庚何在？小神在。吾此前有所疏漏，觉得你有太清师兄庇护，西方不敢硬气，这是吾之过错。白衣玉帝眼中带着几分歉意，李长寿的笑容却是颇为温暖。陛下，小神倒是觉得与他们这般较量颇为有趣。玉帝轻笑了一声，又正色道：但长庚，你也有不足之处，便是做事太稳了。你是人教弟子，这一点与太清师兄颇为相像，本无可厚非。长庚，你且看。言说之中，玉帝推开船舱窗户，看着窗外万里烟波，继续道：风有徐徐，也有尽极；云有舒卷，也有骤急。天地万物皆有急缓之理，龙族之事也应如此。李长寿闻言，顿时做出了一副颇有触动的模样，缓缓点头，又做了一个道揖：小神受教。龙族之事，吾今日便直接对长庚你下令，你暂时不必多管龙族。12年后，天庭举办蟠桃宴，吾将会邀四海龙王入天庭享宴，说他们心甘情愿归顺天庭，吾便不举斩龙之剑。若他们还有一心不识天命，吾会亲去紫霄宫中求道祖降下天罚，拿龙族试问。李长寿与东木公对视一眼，各自都是有些震动，同时行礼称是。玉帝闭眼缓缓吐了一口气，而后又睁开眼来，注视着这一片碧水蓝天。白衣如雪，长发轻舞，李长寿此时看着这位三界主宰的背影，竟然莫名的觉得还有点小帅。李长寿喊道：小神谢陛下体谅。玉帝笑了一声，言道：长庚、木公，你们或许不知，吾其实对天地神权并不感兴趣。当年妖庭破碎，道祖与6圣现身，收拾3族大战后的破碎山河，将上古妖庭融了，炼成了如今的天庭。当时西方教的准提师兄对道祖恳请，这天庭该由圣人执掌。老师如何不知准提之意？玉帝目光无比的悠远，似乎能够看透这海，这天。而他继续言说着，一缕天道道韵早已经将木船包裹，不必担心被谁听去。玉帝道：三清师兄清净淡泊，不问世事，若老师当时答应了，天庭就成了准提接引2位师兄偿还宏愿的一件法宝，三界终难归续。所以老师将吾与师妹从紫霄宫中射了出来，也未告诉吾什么，就立吾与师妹为天庭帝后，吾为玉帝，他为王母，总领三界之事。吾初为玉帝，天庭空空荡荡，各处只是云烟，就与师妹坐在那凌霄宝殿前发愣，不知自己该做什么，也不知这天地之位具体象征为何。吾与师妹原本只是给老师端茶送水，传信看门，哪里做过什么天地天后。一直到了今日，吾依然不断地在问自身，老师让吾做这天地，到底是让吾做什么？今日已大概明了。小神斗胆，想多听陛下这一言。一旁的东木公不由得陷入了沉思，这话我怎么就想不出呢？天地与生灵，三界多大能，圣人动辄重炼风火水土，圣人中弟子都有覆海沉陆之能，各族强者移山填海，乾坤兜转，吾须去约束。真灵化生前皆生于虚无，真灵化生后
却分了强弱。无知天庭便是要让强者不可横抢，弱者可安天命。吾需去掌控。长庚、木工，尔可愿随吾前行？老臣愿肝脑涂地，为陛下鞍马效忠，死不足惜。李长寿却缓缓叹了一口气，笑道：唉，出而为神，前路漫漫，愿与陛下共建。玉帝转过身，对着李长寿含笑点头，一旁的木工不由再次陷入沉思。这话我是真的想不出来。玉帝，天庭，12年后的龙族专享蟠桃宴，不归顺就降天罚。将玉帝与东木公送走之后，李长寿安顿好安水城处的指导人，就在小琼峰地下密室中陷入了沉思。12年略微短了一些，而玉帝采取主动手段的时间点也比他预料稍微的提前了一些。自书桌后起身，李长寿走到角落的书架上，拿出2只宝囊，在其中摸出了2摞布帛画轴，缓缓摊开，铺满了整个密室。这是他最初接下龙族上天任务时写下的攻略，其上的大部分都已经被磨掉了。而今日李长寿仔细斟酌之后，将大半的布帛卷起，悬在面前，一把3昧真言直接烧尽，这些都已经没有用了。转过身来，李长寿看着背面还剩下的3张布帛，以及其上横7竖8标志的箭头，总算是能用到这一部分了。随之，李长寿拿了另外一只布帛，在其上画下了鸡腿、竹篮、兰花草、弹弓、夜光杯。这次他想了想，又加了一只发钗上去，而后悬空盘腿而坐，让一旁布帛悬浮在身周，提笔继续写写画画。越是这种时刻，越不能够一腔热血什么都不顾。这12年自己能做的事还有很多，玉帝想要快刀斩乱麻，且不惜动用紫霄宫资源，而自己需要的就是让这团乱麻迅速的规整，让玉帝陛下下刀时不会有太多阻力，也不会留下太多的遗留难题。看脸灵娥闭关处扫了眼棋牌室中玩乐的几个人，李长寿笑着摇了摇头，开始专心思考。玉帝其实并不知晓，他的道非无为也，只是有些时候必须要做出符合鸡腿偏向的选择罢了。今日这兜率宫中的风儿又莫名的有些喧嚣啊。老树下，玄都大法师伸着懒腰坐起来，刚打算低头推算自己被何事吵到了修行，心底就先后浮现出2段画面。第一段画面是在一片汪洋大海，长寿的化身，玉帝，东木公。玄都大法师额头上冒出几个问号，盯着画面仔细的端详。随之大法师就见到李长寿3个人身前出现一只漩涡，漩涡中有一只6翅金蝉，这金蝉挥动薄翼，祭起6束金光斩向李长寿的化身，却被玉帝出手挡飞。第一段画面到此为止，又接上了第2段。在那一片荒原中，骑着白马，身披袈裟，头戴僧帽的凡人正翻山越岭，自东而西慢行。此人似是耐不住酷暑，已将晕过去，但背后涌动着万千金光，站着几尊大佛的虚影，太清道运清阵。第2段画面也消失不见。玄都大法师沉吟几声，不由得陷入思考中。老师这是什么意思？这第1段画面十分的清晰，按照玄都大法师对自家老师的神通的理解，这是已经发生之事。第2段画面，除去那身骑白马打扮古怪的年轻凡人，其他都十分的模糊。这是天机推演时看到的情形，被老师用无上神通踏了下来，
呈现给自己。老师的神通越发高深莫测了，不过老师这次是想让我去做什么呢？玄都静静地坐在老树下，开始了一条漫长曲折的思考之路，最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。老师这是想让我把此人纳入人教道成。忽听一声闷雷响起，大法师的心底再次出现了那股熟悉的道韵，这一次却凝成了2个大字：是灭。玄都大法师禁不住一手扶额，我竟然猜错了这么多，也是当真难得，老师竟然会让我试试能不能杀了此灵。此人身上牵连的因果，竟能让老师都会动试探之念。这虽非前所未闻之事，但确实有些匪夷所思，必是关系本教命脉之事。罢了，先找长寿商议一番。玄都大法师站起身来，迈步出了兜率宫，朝着海神府的方向看了一眼，转身去往东天门。迈出3、5步，大法师已经是站在渡仙门护山大阵的正上方。这一次玄都大法师并未呼喊李长寿外出相见，反倒是心中泛起了看看寿正在做什么的念头，随心而动，身影消失无踪。小琼峰今日就这般迎来了一名贵客。玄都大法师的身形隐于乾坤之外，负手在小琼峰上漫步而行，他眼中的画面都带着淡淡的波痕。这是乾坤壁垒，也是虚实之界。首先，大法师寻到了一处被大阵笼罩的豆田，发现了李长寿的一只纸人，这纸人正在那儿侍弄豆苗。大法师笑了一声，刚想现身问责李长寿为何不好好的修行，却发现这只纸道人动作木讷，一举一动都十分的标准，双目也无神光。大法师顿时明了，李长寿的心神并不在此处。随之大法师看向了附近不远处的棋牌室，看到了3名体型各异的女子，在桌边各自拿着一把纸张玩乐。大法师不由想到了姻缘殿中李长寿泥人的3星拱月之事，这3人中有一个正是3星之一。大法师手指轻弹，3缕气息飞去棋牌室，正在斗大神的熊灵力、江灵儿、九九同时娇躯轻颤，各自翻着白眼就趴倒在桌上，被玄妙的道韵环绕。他们被拉入了各自的梦境中，开始了对各自之道的感悟。玄都大法师也不着急，又转了个身，随意漫步。这一次循着李长寿的气息，到了湖边草屋，发现了李长寿藏在此地的6只纸道人。长寿竟这般在意老师和师妹的安危。大法师瞧了一眼正在飞升阶段的灵娥，不由眼前一亮。这一次玄都大法师多费了一些心思，引出一道纯粹的太清道韵，缠绕在了灵娥元神外围，待灵娥飞升结束之后，能够为他再次续上一大波的感悟。做完这些，大法师看了眼灼仙境的奇缘老道，随即便转身离开了。点不动，下一个。大法师闲庭信步般在小琼峰上逛了一圈，看到了已经荒废许久的仙猫卜算筒，去过了被划为烧烤专属区的林荫溪畔，能够看得出来，这峰上的日子快活自在，十分的舒适。差不多逛完了整个小琼峰，大法师这才漫步走去李长寿的丹房。李长寿布置的重重大阵，自然难以捕捉大法师处在乾坤之外的身影。但是大法师入了丹房，刚准备现身，却发现正在炼丹的李长寿依然是纸道人。这家伙把本体躲哪去了？大法师来了少许的兴致，将自身强横的仙石缓缓铺开。这一次倒是没费什么力气，就在小琼峰的山体之中寻找到了那一处密室。便是让大法师来评判，这处密室设计的也是十分的巧妙，竟然是在数十处阵法的夹缝中。当真是不容易引起旁人的注意啊。等闲
也寻不到此处。大法师的身形自虚空漫步，转眼就抵达了地下密室。李长寿正在书桌后面写画画，神情颇为认真。这是在写什么？大法师暗中瞄了一眼，见李长寿所写的纸张上每一段的开头都是鳌字，似乎是龙族高手的名册。大法师刚要轻笑一声提醒李长寿自己来了，可是气息已经到了嗓尖儿，又硬生生地憋了回去。刚才未仔细辨认，怎么这家伙在这里的还是化身？大法师哑然失笑，旋即张开左掌，其内凝出太极图虚影。一缕缕细微的波痕在乾坤之外荡漾开来，小琼峰的各处吹起了微风。片刻后，大法师凭神通虚空行走，折返去了表层大阵笼罩的丹房。在丹房角落书橱前驻足，盯着一卷平放的书简。大法师背着手缓缓凑向前，轻松看透书卷外层竹简，见到了那个被禁制包裹的小小房间。这个房间不过是3寸长1寸高宽，其内却是五脏俱全，各类的家具应有尽有。一张小小的床榻上，有一个蚂蚁般大小的道者，正翘着2郎腿躺着，喝着美酒，看着一本古书，读得津津有味。大法师差点笑出声来，又想着这一路见到的指道人和指道人和指道人，大法师终于现出身形，对着那书卷发出了由心的感叹：你这家伙躲这般严密作甚，还怕有圣人老爷要捉你不成？啊！书卷内的那个小人儿顿时一愣，紧接着就僵在了床榻上。大法师此刻才用神通查看，发现这里依然是